刚刚结束的 G20 外长会议可谓让人大开眼界。自己国内本身就撕裂得不行，还习惯于满世界搞撕裂的美国，继续发挥其传统异能，一刀下去，把 G20 峰会从字面意义上给切成了两半，完全跟随美国的利益，既反华也反俄的。这是美国中心小弟的这一半，属于美国的核心圈子自己人。至于在反华和反俄两个选项里，但凡有一个不沾边或者是反的彻底的，那不好意思，想进美国的核心盟友圈，你还得继续努力表忠心，要让美国看到清楚明确的态度。美国的这套手法可不仅限于说说而已，转化成实际操作后，第一个挨刀的对象就是本次 G20 外长会议上面的印度。众所周知，印度一向以全球大国的身份自居，目标是成为类似中俄这样在全球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顶级大国，能够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一份子，一直以来都是印度不变的目标。而为了和这样的目标以及自我定义的大国身份相称，印度对于本次 G20 外长会议的准备可谓是非常的充足，重视程度相当之高。印度准备了气候变化、反恐、能源、粮食安全、发展中国家债务等国际性重要议题。其实光看印度准备的这些议题，咱就能看出来，至少在彰显自己全球大国身份这点上，印度真的是很用心下足了功夫。提出的几个主要议题，基本都是当今全球格局下最紧要且急需解决的问题，务实主义路线走得非常清晰。但这只是印度自己的想法，美西方不认你印度这一手。人家自由世界那是有更重要的大事要谈，反俄。印度在对俄关系上一直保持着友好态度，即便是俄乌冲突爆发，也依然保持着非常多的贸易往来。尤其是跟着俄乌冲突后做火箭式飞涨的全球能源价格，印度靠着进口倒卖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挣了一大笔，强而有力地带动了疫情席卷下疲软的印度国内经济，相当于注入了一针效果极佳的强心针，令印度得以挺过全球经济低迷这一关。印度这么做可以说是务实主义，遵循自己国家利益，没错，这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发展思维。但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看来，那你可就是大有问题了。你印度整天跟俄罗斯搅和在一起，视美国的对俄禁令为耳旁风，这要是搁一般国家，早就挨美国的制裁大棒了。印度唯一一个没被美国一脚踢开的原因，那就只有一个反华。基于以上这些现实情况，我们就能看到本次 G20 会议现场的这么一个神奇景象，又令印度感到排挤并因此失望的情况。在印度发表自己的大国见解，高谈阔论要解决全球难题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带着日韩这样的忠实小弟一起对印度的主张漠不关心。美国这边忙着大会里面开小会，特意把四方安全对话安排在后一天举行，将舆论和会场上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了自己主持下的小会上，反倒是印度苦心准备的大会成了陪太子读书的存在。日本这边更干脆， G20 外长会议直接缺席不来，更是历史首次，给出的理由是和国内议程重合。然后视线转到日本国内这边，日本外相林芳正在所谓的国内议程，也就是日本参议会上，仅只做了53秒的答辩，就靠这53秒为借口把印度人给搪塞了过去，意思非常明显，你印度人的高谈阔论我听都不听，你自个儿唠叨去吧。更加精彩的故事在事后，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安全对话，也就是美日印澳四国召开的反华小会上，前一天还缺席 G20 外长会议的日本外相林芳正突然现身，在美国主导的反华小会上积极表现，踊跃发言，借此传递出的信息也非常明显。印度除了在反华这一块对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有所作用外，其他的高谈阔论大国见解完全没人在乎，也别想着能完全融入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小圈子里面。这个小圈子里面没有印度利益，只有美国利益。日本外相本次的离奇缺席又光速到场，就很好的证明这一点。只要印度不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跟美国一起反俄，那就别指望美国带你一起玩。但印度真要是完全追随了美国，沦为附庸，事情都跟着美国走，那印度的独立自主大国梦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除了给美国当挂件以外再无他用。
这必然是野心勃勃做大国梦的印度所无法接受的，也无外乎印度外长苏杰生在 G20 大会结束后失望地留下了一句全球治理已经失败作为会议总结。所以结论到这里就很明显了，印度苦心维持数年之久的反华操作，在印度边境上不断增兵挑衅，制造紧张局势，拼命煽风点火，就是拿中国当投名状，表明自己虽为第三世界国家，但只反华不反西方的清晰政策，希望以此来获得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恩，获得美西方的拉拢、放任甚至帮扶印度发展，以对抗中国购入反华包围圈。印度就得以借中美对抗发展之际，向着真正的全球大国目标狠踩油门。但此次的 G20 峰会显然是将印度的这一美梦摔碎。美国不需要强大且独立自主的盟友，只需要自己的指挥棒往哪一指就奋不顾身的往哪冲，哪怕是火坑都要跳，心里只装着美国利益的忠实小弟。比起日本，或许这次 G20 峰会之后，印度该借此机会好好反省思考一下。若真能明白美国霸权主义的真面目，听得进去中国那些真的是为了中印两国友好的建议，那么现在回头立刻停止反华，让中印关系重回正轨，积极发展还不算太晚。